哼，你奶奶的就知道喝！老夫知道你经历了很多，可这又如何？谁没有失去？你失去的多，我呢？还有其他人呢？整个通天世界，每个人都失去了亲人、朋友。如果这片永恒大陆并非充满恶意，那么你就算是在这里喝死，老夫也绝不理会半点。可现在不是这样，你有没有考虑过子墨？有没有考虑过你逆河宗的那些长辈、朋友，还有所有你认识的人？巨鬼王低吼，这些话语，他一方面是对白小纯说，同时也是对自己说，如同白小纯一样，他也迷茫过，也消沉过。杀？你一个人，就算加上老夫，我们能杀多少？你在蛮荒葵皇城的样子哪里去了？你的计策呢？你的重恩令呢？你那止住击魂为天人魂，以大天师为背景，让整个葵皇朝所有权贵胆颤心惊的手段呢？杀戮是最后的爆发，也是最后一切无助后的疯狂，不是如今的首选。巨鬼王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模样，他这段日子已经看出了，如今这个样子白小纯不是他记忆里的那个将自己绑了的怕死之人，而是仿佛在怕死这个极端的崩溃后出现的走到了另一个极端的疯子。他更是明白，一个只知道杀戮的人，在这陌生的永恒大陆上，永远也不会真正的走向巅峰。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找到所有通天世界之人，不是杀，不是喝，更不是如你现在这样的自暴自弃。巨鬼王袖子一甩，一字一顿如重锤般的开口。白小纯沉默，身体渐渐颤抖，目中出现血丝。巨鬼王的话语每一句都如刀子，狠狠地刺入他的心中。半晌之后，他猛地抬头看向巨鬼王：“我没有自暴自弃，我找了。”白小纯低吼，声音沙哑，右手抬起一挥，顿时从他怀中的储物袋内立刻就有堆积如小山的令牌哗啦啦地落在一旁。这些令牌都是身份令牌，通天世界的修士只要不是散修，无论是蛮荒还是四脉宗门，都有自己的平日里传音所用的身份令牌。可我找到的都是尸体，我只能将他们埋葬后取下身份令牌。白小纯目中血丝更多，仿佛积累在体内最后的戾气与压抑，在这一瞬，在这嘶吼咆哮中释放出来。我也想继续找，我虽害怕看到一具具尸体，可我明白，我要找，我一定要寻找。可永恒大陆这么大，一个州就堪比整个通天世界，仅仅第三仙域就足有10多个通天世界那么大，我怎么找？白小纯声音越发沙哑，整个人气息急促。巨鬼王看着那些令牌，面对这座实际上是通天世界一条条人命形成的令牌小山，他沉默了。半晌之后，巨鬼王抬头望着白小纯，再次开口：“就算我们找不到他们，但可以让他们来找我们，同时，我们还可以在他们的心中树立起一个希望。”巨鬼王说着说着，目中露出奇异之芒，语速也越来越快。有了希望之后，他们才可以坚持下来，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希望。白小纯抬起头看向巨鬼王，他的目中开始明显的多出了一丝神采。没错，就是希望。巨鬼王双眼越来越亮，在这庙宇内走了几圈后，他脚步一顿，转头看向白小纯：“小纯，我们去投奔圣皇。邪皇以奴役为主，难以合作。但那个圣皇虽传说道貌岸然，可毕竟圣皇朝自诩人和，有这层遮羞不在，我们就有了与其合作的基础。不过投奔不是毫无准备的过去，更不能空手，那样的话也不会引起震撼。我们要做的是投名状，这投名状就是重点。”巨鬼王神情渐渐亢奋，目中的光芒更盛，大量的念头在他的脑海里跳动，使得他思路越发清晰。小纯，为了这投名状，我们要在这邪皇朝内干几件轰轰烈烈的大事。如此一来，既有了投名状，同时又能让我们声名鹊起，在这邪皇朝乃至永恒大陆上威震八方。既然我们找不到大家，那么就要让大家知道我们的存在，知道我们的踪迹。如果对于通天世界的众人来说，永恒大陆好似黑夜，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成为这黑夜里通天世界之人目中的明亮火把。我们越是璀璨，越是耀眼，他们就越是容易找到我们。同时，我们的地位越高，势力越大，则也能从侧面去震慑2大皇朝，使得我通天世界之人获得喘息的时间。你越强，则越是没人敢欺负你以及你的家人。白小纯呼吸越发急促，随着巨鬼王的话语，他的身心震动，他的目中同样在这一刻，好似迷茫的人抓住了一丝希望。这希望既是给通天世界的，也是给他的。有了投名状，才可以让圣皇碍于名声，无论如何都要给我们个一官半职。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借助圣皇朝的土壤，未尝不能开拓出一片新的天地，创造出一个属于我通天世界在永恒大陆的根基。巨鬼王的话语掷地有声，回荡庙宇的同时，外面的雪雨更大了。呜咽的风声顺着屋顶的残缺，带着千军万马般的雨水与融化中的雪花钻了进来，使得地面的雪雨更多，也使得白小纯面前的一片枯叶已被雪雨覆盖。低下头看着那枯叶上越来越多的水渍，白小纯深吸口气，胸膛起伏间，缓缓地抬起头，一股与他之前的消沉截然不同的气息在白小纯的身上显露出来，尤其是他的双眼
此刻明显的有了灵动与精芒。我们要准备什么样的投名状？巨鬼王目光一闪，看着白小纯此刻振奋起来的气息，他也心神一震。几个邪皇朝半神的头颅，怎么样？第1039集，斩大尊。灵法养药是用天地灵力去化作草木的生机，使得草木药力加大的同时，一定程度的加速成长。此事白小纯身为药师也时常去做。而所谓的血灵滋养，顾名思义，有人是将活人埋在土壤中，从而使得灵草在缺乏天地之力时，仿佛血石一样将其催化。这种办法大都是心性邪恶的药师不择手段的办法。至于更邪恶的，白小纯也曾经在蛮荒见过。类似于宋缺当初被做成活灵石般，曾经血海深仇的蛮荒与通天大陆之间流传着另一种血灵滋养之术，那就是在活人的身上生生种下不同的草木种子，以他们的身躯作为土壤去催化种子生长。可如今白小纯看到的是比这前两种还要惊人的血灵之法。只见在那驼背老者的面前，赫然还有一株足有30多丈高的赤色草木。这草木看似庞大，可实际上只有9片叶子，每一片叶子的边缘都长着好似锯齿般的倒刺。除了叶子外，在这草木身上还有数百枝条，这些枝条细长，此刻扩散四周，每一条都穿透了一具身躯，从其眉心刺进，似在其体内吸收吞噬。那数百具身躯之所以漂浮在老者四周缓缓旋转，正是因这巨大的血色植被的枝条。此刻肉眼可见的那一具具身躯，大多数都是枯萎，仿佛连同他们的脑浆也都尽数的被那植物吸走。而他们的表情几乎每一个都是痛苦中带着狰狞，死亡前张开的大口，好似一个黑洞，可却吸不走此地丝毫的灵力。如今这数百身躯内有90%多已经死亡，余下的10多人虽还有一口气，可明显的已经油尽灯枯，就连喘息以及嘶吼也都无法做到。生命之火实际上已经处于不可逆转的熄灭中，里面有通天世界的气息，可更多的却是透出一股神圣之力。白小纯没有见过圣皇朝之修，可此刻也能想到这些人的来历。与此同时，他的神识中已然看到，在这洞府的大地深处，赫然存在了一座万人坑，里面的骸骨之多，数之不尽，大都是那种具备神圣之力的已经腐烂的骸骨。正是这万人坑的支撑，使得此地的草木很是茂盛。虽那数百尸体里通天气息不多，可白小纯的眼中依旧寒芒乍起。你找死！他的声音如同纵山州内的隆冬之风，在这一刻似乎传入到了云海州内，进入到了李洛海的洞府中，冰封一切，使得处于兴奋中的李洛海身体一顿，面色猛地大变。谁？李洛海内心狂跳，没有半点迟疑，身体猛地向前一步走出，就要离开所在的位置。实在是这声音的出现让他措手不及，尤其是意识到那不善的声音竟在自己没有半点察觉下传出，这件事所代表的意义就顿时让他骇然至极。他清楚地知道，以自己的修为，放眼整个第3县域，能在未经自己允许下穿过层层阻碍进入自己洞府的绝对不超过3人，而能让自己毫无察觉下做到这一切的只有天尊才可。几乎在李洛海身体移动的瞬间，他立刻就感受到了自己的身后，在这一刹那，有一股好似仅仅是波动就足以让世界轰鸣的无法形容的威压，化作了哪怕半神也都要被吞噬的风暴，排山倒海般直接就将自己淹没在内。不，李洛海的心中如有天雷炸开，他的骇然，他的恐惧，他的神魂都在这一瞬于这风暴下颤抖。这风暴在将他淹没的瞬间，无数的寒气就从他身体外顺着所有的汗毛孔，顺着七窍疯狂地钻入进去，咔咔声下，一路摧毁他的血肉，一路崩溃他的经脉，一路碾压他的骨头。也就是呼吸的功夫，凄厉的惨叫从李洛海的口中传出时，鲜血狂喷中，他眼前的世界都模糊下，他只看到了一只手出现在了自己的面前，一把就按在了自己的天灵上。头骨碎裂之声成为了他这一生听到的最后的声音。砰砰之下，李洛海的身体从其被那只手碰触的头颅开始寸寸碎裂，眨眼的功夫就全身如被凌迟般千刀万剐，碎裂成了数千上万份。偏偏从始至终，身为半神，生机强悍，使得他想要昏迷都难，在这清醒无比中，彻彻底底地体验到了那堪称惨绝一切的痛苦。从白小纯出手直至结束，李洛海甚至都来不及去回头，来不及神识散开，来不及去看一眼那出现在自己洞府内的强者，那将自己一击就彻底镇压之人到底是谁？轰鸣中，身体化作了上万份的李洛海，其神魂还没等爆出，就立刻被一股大力直接碾压，更是干扰了轮回之力，使得这永恒大陆的修士魂难以进入轮回之中，被白小纯强行留在了手掌内，最终直接化作了一道半神魂。这种做法换了以前的白小纯无法做到，可在永恒大陆的这大半年，他虽没有修炼，但大世界的天地之力的无形融入，使得他的修为也都比之前精进了不少。显然，绝不仅仅是白小纯这样，整个通天世界的修士也都会在这永恒大陆上，随着世界之力的融合，必定都有攀升。
盯着手掌内如今失去了一切意识的半神魂，白小纯袖子一甩，将这半神魂收起后，抬头看向那30多丈的赤红色草木枝条上一具具尸体。这草木有灵，仿佛感受到了白小纯身上散出的恐怖波动，此刻瑟瑟发抖，竟被生生吓死一般，枯萎在了白小纯的面前。随着死亡，那些尸体都落在了地上。白小纯走过去时，他忽然从这数百尸骸中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九幽王世子周弘。白小纯呼吸一顿，这周弘曾经在蛮荒内多次暗中出手对付白小纯，到了最后，每一次皆失败。尤其是白小纯身份的露出，顿时就让周弘无奈到了极致，打又打不过，索性憋屈郁闷中选择了躲避。此刻的周弘还没有咽下最后一口气，可他的生命之火已经熄灭，只不过因那植物的死亡，使得他有了意识，回光返照般的睁开了眼。在看到白小纯后，他明显愣了一下，目中有复杂，有激动，有苦涩，也有感慨，似乎一切过去的恩怨都在这目中全部蕴含了。直至最后，他也没有张开口说些什么，而是笑了笑，闭上了眼。白小纯默默地站在那里，他想救人，可知道已无力回天。许久之后，他深吸口气，右手抬起时将周弘的尸体收走，而这整个洞府却是在这一刹那陷入到了火海之内。轰轰之声回荡间，一切洞府内的存在全部成为飞灰，唯独那些药草虽是被圣皇朝修士的鲜血滋养生长，可草木无措，被白小纯习惯性的搜刮得干干净净。转身时，白小纯目中露出果断，向着出口走去，哪怕耽搁一些时间，也要将这里的通天世界之人带走。白小纯喃喃低语，在走出洞府的刹那，他的神识蓦然间轰隆隆的全面扩散开来，瞬间就笼罩了整个云海主城，使得这城池内的所有修士、所有人都在这一瞬，无论什么修为，全部身体一震，脑海嗡鸣，失去了一切意识，似乎对于他们而言，这一刻时间静止了。第1040集，莫非蝗虫来过？超出了寻常准天尊的修为，配合长生卷本身的道法强悍，使得白小纯的神识之力已经无限的接近了真正的大成境天尊强者。虽还是难免有一些差距，可这差距只是体现在与天尊的斗法之间，对于天尊以下的修士来说，他们甚至都无法察觉出二者之间的不同之处。此刻，这整个第三仙域，有着药仓之称的云海州的云海主城，其内所有修士全部都刹那间随着脑海的轰鸣，灵魂都被镇压，失去了一切的意识，甚至这意识的失去，他们在这之前都没有半点察觉，即便是如今，也是一无所觉。即便是当白小纯的神识消散，他们苏醒时，也依旧如此。这正是大成境界被称呼为天尊的强者所拥有的惊天动地，甚至可以说是改天换地，成为一方霸主的可怕之处。偌大的云海主城，数不清的修士，此刻全部如静止般一动不动。整个城池内唯一如常的，只有白小纯一人。此刻的白小纯走出了洞府，站在那巨大的石门外时，无视四周的守护在这里的天人修士。随着神识的覆盖，他已经在这云海主城内感受到了上百股通天世界修士的气息。让他有些遗憾的是，这上百气息里，他大都陌生，没有找到熟悉之人。此刻一晃之下，白小纯消失无影，出现时已在了这云海主城北侧一处牢狱之中。牢狱内正是那上百通天世界修士被关押之地。这些人一样在白小纯的神识下失去了意识，可却没有受到半点伤害。被白小纯袖子一甩，想要将众人收入北脉大剑内，但尝试之后，白小纯摇头，改为收入储物袋中。随着蓝光闪耀，北脉世界大剑出现在了白小纯的手中。看着此剑，白小纯目中露出奇异之芒。他隐隐有种感觉，哭笑鬼脸已经被这把北脉世界大剑奴役了，所以当初斩向通天道人的那一剑，威力超出通天道人想象。同时，自从自己到了永恒仙域后，似乎对自己的3次使用限制也已经消失了。可偏偏这把剑还没有认他为主，似只能用其锋威，难以用其蕴含的神通之法，无论是将人送入还是取出，都做不到。而气灵寒门老祖对自己的神念也没有半点回应。是我还没有符合条件吗？白小纯心中一沉，他知道这把剑内如今还有不少人存在，这些人都是当初北脉没有参战的修士，他们甚至都不知道外界已经天崩地裂，世界改变，在那法宝世界里依旧生存。沉默半晌，白小纯走在城池中，他的身影时而消失，时而出现，将散落在这主城中的通天世界之人一一送入储物袋后，这才目光一闪，露出了一抹金芒。此地的药草也不可浪费了。想到这里，白小纯右手掐诀，立刻身体一晃，体内长生之力模拟寒门气息，顿时就在他的四周赫然出现了9尊寒影分身，一个个没有半点迟疑，向着四周立刻疾驰而去，将这整个云海主城内的所有种植的药草，不管是成熟的还是没成熟的，但凡是有点药力，就全部搜刮得干干净净，如同蝗虫横扫。不多时，云海主城四周广袤无际的药田，肉眼可见的大范围消散，直至最终全部光秃后，
白小纯的搜刮依旧没有结束。我记得之前那个李洛海口中曾说什么贡品白小纯沉吟后，他的寒影索性再次散开。这次的目标是这主城的地下，横扫一圈，细微无比中，白小纯渐渐找到了这主城的宝库。宝库的阵法对于别人来说，想要打开很是困难，可对白小纯而言，形同虚设。他的寒影纷纷闪耀间，有不死劲的气息加持，直接闯入进去，将这一个主城的宝库内所有储备的药草，还有无数灵石都全部搬空。尤其是在这里，白小纯看到了石珠被收藏在水晶匣子内，散发出的天地灵力，让他也都很是吃惊的大药。那石珠大药，白小纯只认识其中一样，九地幽灵液。白小纯目中也都露出火热之意。这九地幽灵液，他在通天世界时，曾于一枚古简上看到过一些介绍，是早就失传的传说中的药草。据说这种药草500年开一叶，对于修饰身体的滋养效果逆天。而如今在白小纯面前的匣子内摆放的那株九地幽灵液，竟足有30多叶，这就让白小纯忍不住吸了口气。至少15000年。白小纯自从来到永恒大陆后，他如今还是第一次目中露出狂喜，尤其是看到其他9个匣子里的药草，虽不认识，但明显都是与九地幽灵液一样珍贵的仙草后，白小纯心跳加速。再注意到这10个水晶匣子本身，竟也是被仿佛压缩了无数灵石，从而形成的灵晶一般之物打造而成，且在那上面还有封条，写着一个黄字后，白小纯立刻意识到，这10株药草就是李洛海所说的贡品。将这10株药草收走后，白小纯收回了自己的寒影，有些遗憾地看了看这座主城。可惜时间紧迫，不然的话，这座主城内还是有不少地方可以搜刮一下的。白小纯摇了摇头，只能将自己曾经在蛮荒养成的习惯压下，身体一晃，消失在了主城内。他虽离去，可神识的威压依旧残留在此，使得此地修士依旧没有苏醒。直至半个时辰后，随着白小纯的神识之力消散，整个云海主城似乎一下子就从沉睡中醒来，所有人都是身体一震，就继续去做失去意识前所做的事情。只是主城内的修士还好，一时半会察觉不到有什么不对劲，可在主城外，那无尽的药田中的邪皇朝修士却是在醒来的一瞬，刚要继续之前所做的事，却猛地愣了一下，随后则是目瞪口呆，看着面前一片片就连草杆都没了，光秃秃的一片大地，懵了。这里是哪儿？此地有些眼熟药田内的邪皇朝修士，喃中有不少人都立刻回头看看自己身后，是不是还有一座城？当发现城池依旧是熟悉的主城后，随着清醒，随着额头慢慢出现大量汗水，随着呼吸的越发急促，他们的脑海掀起了滔天的轰鸣巨响。天哪，这是怎么了？这也太夸张了！莫非有蝗虫来过？不可能，就算是蝗虫来过，也绝对不会这么干净啊！我只是一眨眼啊，一眨眼，这怎么就没了？哗然之声顿时就爆发开来，其中有些还算理智的赶紧开口：“大家别慌，应该是大尊过来将药草收走了。”可这话语几乎刚传出，就立刻被无数的声音低吼淹没。放屁啊！大尊收药草也只是把药草拿走，现在呢，这里连个药杆都没了。老夫种药一辈子，就从来没见过这么干净的药田，比狗舔的还要干净。还有那里该死的，怎么那里的药土也都少了？这算什么？你们看我这里，我刚才眨眼前手里还拿着一株刚刚采下的药草，现在没了。声音越来越大，到了最后，整个云海主城外声浪嘈杂震天。而这个时候，白小纯已经离开了云海州，靠近了与巨鬼王约定的地点，心中依旧还是遗憾，时间太紧了，可惜了那城池的砖石，虽不是灵石，可以蕴含灵气，还有铺地面的那些地石，还有城池的地基。白小纯摇头中，已然看到了在前方的大地尽头，那片比通天海磅礴了太多太多的无尽之海。浪花激起，随着翻滚传出的声响，如同9天雷霆，扩散八方。与其相比，通天海仿佛池塘一般。远处，在那靠近陆地的无尽海中，隐隐可见一座海中大山，此山屹立在那里，似能镇海般，上面写着3个大字：永恒海。这里就是白小纯与巨鬼王约定的地方。随着靠近，白小纯神识已经散开，确定此地没有危险后，他一晃之下出现在了山顶。算算时间，巨鬼王也该回来了。白小纯盘膝打坐，等了一炷香后，耳边听着浪花的咆哮声，抬头看向纵山州的方向。不多时，他心中松了口气，看到了在那天边正急速而来的巨鬼王的身影。第1041集，又见鬼母。眼看巨鬼王无碍，白小纯站起身，正要迎接，可就在这时，他忽然面色猛地一变，身体刹那消失，出现时赫然在了巨鬼王的身后，右手抬起，向着他身后虚无狠狠一斩。小纯，这一次老夫巨鬼王有些得意，他此番出手极为顺利，一方面是他修为本就高出那纵山州的大尊，另一方面则是对方大意，在巨鬼王出手前竟没有半点察觉。可眼下话语还没等说完，看到了白小纯那骤变的面色以及在自己身后的一斩，
巨鬼王内心突然咯噔一声，他没有半点迟疑，身体猛地向前，速度暴增，双手掐诀之下，竟同时向身后一挥，顿时就有森森黑雾化作大口，直奔身后虚无吞去。轰鸣之声骤然而起。当巨鬼王转身时，他看到的是身后虚无内一个正在从透明急速显露出来的孩童般的小鬼，此刻被斩成了两半。这小鬼全身青色，发出凄厉的嘶吼。狰狞中表情痛苦，两半的身体此刻正快速的消散。看到这小鬼后，巨鬼王倒吸口气，面色一下子难看无比。该死，竟被那纵山州的半神暗中下了鬼法。不是纵山州的半神。白小纯此时面色肃然凝重，抬头时看向远处天空。巨鬼王也反应过来，面色在变的同时，抬头后看到了在远处的天空上，此刻渐渐出现的掀起了天地风暴，形成了无数厉鬼身影，如排山倒海般呼啸而来的无尽雾海。在那雾海上，赫然有一只巨大的白骨蜥蜴，庞大无比，似占据了小半个苍穹，狰狞中透出滔天凶残。而在那白骨蜥蜴的头骨上存在了一艘古舟，这古舟上有两面旗帆，上面有鬼脸狰狞，气势散出，连同古舟与白骨蜥蜴一起，让这片天地立刻鬼气森然。更是在这古舟上，此刻还有7、8个半神站在古舟的边缘，一个个目中露出寒芒与振奋，看向白小纯与巨鬼王。可这所有的一切，在白小纯眼中都比不过此刻站在那古舟众半神身前，如同天下地上唯其独尊的绝美身影。高挑的身姿，白皙的面孔，禽首峨眉，凤目内神采非凡，绝伦天下的同时，也透出不可侵犯的威严。一身橙色华丽的宫袍，给人一种澄澈透明的感觉，纤纤似不沾半点阳春水的素手，只如葱根般，让人看一眼似就可迷失。而在那如藕玉臂的周围，宽大的宫袍浅紫色的袖口，随着白骨蜥蜴腾云驾雾般的前行，掀起了狂风，将那袖口以及他的衣裳吹得乱舞起来。随着舞动，使得衣袍上绣着的如同明城的黑色城池、黑色雾气以及无数黑色厉鬼栩栩如生。尤其是在那明城内，还绣着一座大门，此刻这大门敞开，好似有无尽厉鬼正从其内咆哮而出。鬼母！巨鬼王倒吸口气，骇然失声。他尽管从来没见过鬼母，只见过公孙婉儿，可眼前这绝代女子身上的森森鬼威，还有那与他记忆里公孙婉儿类似的气息，让巨鬼王瞬间就知道了来者的身份。这女子正是鬼母！不可能，我们时间如此短，她怎么可能追击的这般迅速？除非她恰好就在附近。巨鬼王心神大乱，实在是当年的公孙婉儿给他造成的印象太深刻了。不是恰好白小纯目中掠过锐利之芒，呼吸微微急促，目光如同利剑，看向正靠近而来的白骨蜥蜴。恐怕你我藏身之地之前已经暴露了。白小纯摇头，这里毕竟是永恒大陆，他与巨鬼王身为外来人，虽已经非常谨慎，可被找到也不是什么意外的事情。既然暴露，为何附近州的半神没有准备？巨鬼王本也是聪明之人，平日里老谋深算，此刻话语还没说完，他就已经明白了答案，面色更为难看。他算是这邪皇朝本土修士里最了解通天世界的了，有些私心在所难免。白小纯目中越发锐利，缓缓开口：鬼母的想法不难猜测，显然他是有绝对的把握镇压白小纯与巨鬼王，同时也不想白小纯与巨鬼王被其他人抓走，而是别有目的，想要暗中独吞。白小纯沉下一口气，虽内心紧张，可他同样明白这一战在所难免了。不过此战虽必然要发生，但战场的选择却还是在白小纯的手中。白小纯目光一闪，身体急速后退。巨鬼王那边不用白小纯提醒，此刻也已然在战意升起中，立刻后退。显然与白小纯想到了一起，战场不能选择在这第3仙域上，而是要选在永恒海中，且不能原地而战，要尽可能的拉开距离，一边战一边盾，只有这样，才可最大程度的避免援兵以及拥有反败为胜的可能。几乎在白小纯与巨鬼王后退的刹那，远处天空上那排山倒海般的黑雾中，呼啸而来的白骨蜥蜴上，古舟内的鬼母，他目中寒芒骤起，右手抬起一指，顿时他四周那7、8个半神强者，一个个刹那飞出，全部爆发出最快的速度，化作7、8道长虹，以撼动天地的气息，横扫一切的威压，席卷八方之力，如同一支支足以穿透一切壁障，撕开虚无的利剑，直奔白小纯与巨鬼王而去。白小纯鬼母深吸口气，凤目内透出果断，哪怕他将侯小妹收下作为弟子，哪怕与白小纯之间在通天世界内有了一些接触，可他还是在1个月前来到这第3仙域时有了决断。作为邪皇朝内唯一去过通天世界且归来之人，他受到了邪皇极大的重视，使得天尊初期的他竟被邪皇任命成为了这一次邪皇朝搜寻所拿通天世界之修的总统领。他看似是1个月前来到的第3仙域，可实际上这大半年里，他已经在第1仙域与第2仙域都横扫一番，主持搜寻之事。而他也不负所望，凭着他对于通天世界的熟悉，凭着他获取的通天修士血脉气息，竟创造了一种只能他来施展的搜寻之法，
使得搜寻顺利无比。可暗中他始终在找白小纯。对于通天世界的了解，以及当初为了离开与守灵人的合作，这一切都使得他深刻的明白白小纯的身份。再配合这半年来他所知道的事情，鬼母已经清晰地意识到白小纯现在就是奇货可居。可以说，就算是邪皇，在这认识上也都不如鬼母。所以在鬼母看来，无论是自己在众人之前从白小纯身上偷偷挖掘出通天世界血脉中炼灵的秘密，又或者是最后将其献给已经有了这个认识的邪皇，不论哪一个选择，他都稳赚不赔，好处极大。于是他搜寻的重中之重始终都在白小纯那里。所以他在数日前终于察觉到了白小纯的大致范围后，没有发动第三仙域，那些广目天尊镇守多年后已经属于其派系的各州势力去仔细的搜寻，而是带着自己的麾下赶来，准备暗中擒获独吞。只是他怎么也没想到，只不过是几天的时间而已，这白小纯居然干下了如此大的事情。杀了半神之事本就不小，可他身为天尊，还是能将此事压下。但云海主城的药田之事太大，那可是药仓之一，对于整个邪皇朝的作用不小，被白小纯洗劫一空，此事就算能压住，也会让他头痛无比。非但如此，更重要的是贡品的丢失，此事就如捅了天一般，在邪皇朝内从来就没出现过。此事他不能压下，也不敢压下。他更是明白，自己想要独吞之事已经彻底不可能了。那种原本是主动，可却不知不觉成了被动的感觉，让鬼母不由得内心怒气弥漫，看向白小纯时也都银牙直咬。第1042集激战鬼母。种种思绪在鬼母脑海闪过的同时，这白骨蜥蜴席卷了漫天黑雾，回荡轰鸣巨响，直奔白小纯与巨鬼王冲撞而去。远远看去，这白骨蜥蜴庞大无比，惊天动地，更有强烈的让虚无扭曲的威压，肆无忌惮地向着四周轰隆隆地扩散开来。如果是在通天世界，此刻必定会在这白骨蜥蜴其磅礴的威压下山崩地裂。可在这永恒大陆，这种程度的波动虽同样浩瀚，但却不会影响山河，更不用说那浪涛无尽的永恒海了。至于在那白骨蜥蜴前方的白小纯与巨鬼王，逃遁中的二人与那白骨蜥蜴比较，好似蚊虫一般，很是渺小。随着靠近，那威压更为强烈，仿佛可以撕裂一切壁障，使得巨鬼王心脏跳动加速，就连修为也都被压制的出现不稳的征兆。这是什么战咒？巨鬼王倒吸口气，头皮发麻时，白小纯右手抬起一挥，顿时从他储物袋内有月痕一闪，曾经在通天世界里参与了白小纯与通天道人一战的月亮花蓦然出现。经过这大半年的休养，月亮花已恢复如常。此刻出现后，感受着家乡的气息与天地灵气，月亮花似极为兴奋。在白小纯的意志下，这月亮花直奔巨鬼王，眨眼间缠绕在了巨鬼王身上，使得巨鬼王这里面对古州时的压迫感顿时消散了不少。看着那月亮花，巨鬼王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尤其是感受到这月亮花身上散出的半神大圆满的波动，他内心的郁闷无比强烈。这又是什么玩意？他奶奶的，居然是半神大圆满，比我都强！有月亮花加持，巨鬼王的速度更快，与白小纯一起，在那白骨蜥蜴靠近时，已然踏入到了永恒海的范围内，没有停顿，依旧展开全速电闪而去。可就在二人退后急速闪遁的时候，白骨蜥蜴的头颅中双目的位置突然升起了黑色的火焰，使得这白骨蜥蜴好似有了灵性，竟在其头顶古州中的鬼母掐诀操控下，猛地张开大口，向着白小纯所在的方向发出一声低吼。在这低吼下，竟有一片黑色的火焰瞬间就从其口中喷射而出，形成了滔天之火，化作了火海，直奔白小纯而去。这火海温度太高，所过之处虚无燃烧，似乎一切存在于这火海下都要被瓦解融化，甚至就连这片天地也都在这一刹那热浪传遍四方。白小纯目光一闪，眼看那火海扑面而来，感受到了这火海内蕴含的恐怖之力，他没有半点迟疑，右手倏然抬起，猛地握拳，向着来临的火海一拳轰去。肉身之力滔天爆发，一拳落下，直接掀起了一连串的风暴，轰隆隆的声响中，这风暴崛起，直接就与来临的火海碰触到了一起。轰的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那片铺天盖地而来的火海，在这风暴下如被掐住了脖子，竟被遏制在了来临的途中。可很快的，在鬼母一声冷哼中，那白骨蜥蜴的咆哮让苍穹色变，赫然从其口中竟再次喷出火海。这一次火海的磅礴超出了之前数倍之多，骤然扩散中，白小纯的拳头风暴立刻崩溃，那片惊人的火海好似能吞噬一切，在半空中凝聚成一个巨大的火焰鬼脸，狰狞扭曲间向着白小纯一口吞噬而来。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那7、8个从白骨战舟上飞出的半神修士，每个人的身上都瞬间有黑雾缭绕，似被那白骨战舟加持，自身的速度竟一下子暴增，如同7道流星划过，眨眼间居然就大范围的拉近了与白小纯二人的距离。其内更有3人在这疾驰中掐诀。
顿时他们的身后虚无，立刻就幻化出了3尊长着翅膀的巨大火焰飞禽，发出嘶吼咆哮中，与这3位半神融在一起，使得他们3人的速度更快。呼啸间，竟直接出现在了巨鬼王的身边，神色狰狞，毫不迟疑的立刻出手。巨鬼王面色难看，倒退中大手一挥，鬼雾升起，立刻反击。与此同时，他身上的月亮花也猛地盛开，半神大圆满的波动毫无保留的扩散，同时出手。大战立刻就在这永恒海上惊天爆发。白小纯呼吸一凝，眼看那巨大的火焰鬼脸吞噬而来，体内长生力瞬间模拟云雷人组变，眨眼的功夫，随着白小纯口中的低吼回荡八方，他的身体顿时膨胀，直接到了100多丈后，好似人祖降临，魁祖回归，一身气势滔天，迈步间整个人直接跳跃起来，双手抬起握在一起，向着那火焰鬼脸直接砸了下去。一股大力从白小纯身上爆发，那火焰鬼脸发出咆哮，但却于事无补，难以抵抗，轰鸣中直接崩溃，化作无数黑色的火苗，散落在了永恒海上。不愧是守灵人的选择，能战胜通天道人那个准天尊，这白小纯的杀手锏必定不少。鬼母站在古舟上，冷眼看着白小纯，他没有鲁莽的飞出战舟，凭着天尊修为出手。实在是这大半年，他从不少通天世界修士那里得到的种种线索，以及白小纯与通天道人的绝世之战，让他都很是谨慎。不过他有十足的把握与自信，从修为上看，自己是真正的天尊初期，超越白小纯，同时自己又谨慎，依靠白骨蜥蜴，这在邪皇朝内也都让其他天尊羡慕与忌惮的至宝，他足以击杀白小纯。此刻冷笑中，鬼母再次掐诀，顿时那白骨蜥蜴目中一闪，再次喷出火海的同时，其头顶的白骨战舟也都黑芒流转间，激射出了一道气势磅礴、足有3丈粗细的巨大光柱。这光柱势如破竹，穿梭火海，一路似能湮灭一切生机，直奔白小纯。没有结束，鬼母左手抬起连续掐诀，顿时其右手上有符文印记闪耀，立刻这战舟上的两面鬼帆齐齐飘摇，上面的鬼脸也都狰狞冲出，带着森然，带着疯狂，随着火海一起冲向白小纯。白小纯面色阴沉，一个鬼母本就让他觉得不好对付，如今还有这白骨蜥蜴，此蜥蜴的火海并非寻常，其内蕴含了寂灭之毒，此刻只是喷出了2-3次，这4周的虚无内就已经弥漫了看不见的毒气。虽然自己的恢复惊人，可有这毒气无时无刻不在侵袭，也让白小纯皱起眉头。更不用说此刻正呼啸而来的那道黑色光柱，白小纯清晰地认识到，就算是自己，若是被这光柱正面轰击，也都必定受伤，且在那毒气的配合下，恢复也将缓慢。除此之外，那2个鬼脸让白小纯更为凝重，尽管他们不如哭笑老鬼，可那准天尊境界的气息强烈无比，又具备灵智，很是难缠。这鬼母应该是知道了我在通天世界与通天道人的一战，心存警惕，打算逼出我的所有杀手锏。这里是邪皇朝的边界，不可拖延。白小纯一咬牙，在那黑色光柱以及火海，还有那2个鬼脸来临的刹那，他右手蓦然抬起，狠狠地握住后，顿时在他的拳头外赫然出现了黑色的漩涡。轰隆隆中，他的身后一尊地影幻化出来，随之则是霸道无比的气势在白小纯身上滔天而起。还没有与真正的天尊战过，就看看我与大成之间到底差距多远。白小纯目中立刻出现血丝，他的全身气息更是瞬间被右手漩涡吸走，一股可怕的波动在这一刹那就从其右手漩涡内爆发出来。第1043集惊人战舟。古舟上，鬼母凤目微微一缩，他虽在通天世界多年，也与白小纯接触过，可一方面他是被困在生命禁区，另一方面则是脱困时，白小纯还远远没有如今的强悍。这一切都使得他对于白小纯的那些神通术法并没有完全了解，甚至都不知道白小纯有什么底牌与杀手锏，而他也不会犯下轻敌的错误。对于白小纯，他虽还不是将其看成与自己等同之辈，但也在心中将其位置提高到了当初的通天道人之上。此刻看到白小纯右手的漩涡，他目光闪动。就在这时，白小纯的低吼咆哮而出，他人组变状态下高大的身躯随着一步走出，随着右手抬起，黑色漩涡与拳头融合在了一起后，向着来临的黑色光柱狠狠的一拳落下。5倍不灭地拳，轰轰之声震动天地。白小纯身后的地影此刻同样抬起拳头，蓦然落下，相互仿佛重叠在了一起，形成了一股排山倒海之力，与那来临的黑色光柱碰触到了一起，直接爆发。巨响骤起，那黑色光柱竟承受不住白小纯的不灭地拳，在抵抗了也就是几个呼吸后，就立刻崩溃开来。寸寸碎裂的道卷中，白小纯的不灭地拳撞击到了火海上，好似一条怒龙冲入火焰中，将这大片的火海顿时撕裂，成为了2半，崩溃散开下。白小纯的不灭地拳势如破竹般与那2个鬼脸撞击到了一起，仿佛失去了锐气，耗尽了冲力。再加上那2个鬼脸本身的不俗，在那撞击的声响扩散中，在那2个鬼脸狰狞的嘶吼下，
白小纯的不灭地拳似要崩溃。可白小纯的面色却没有变化太多，虽气息略有急促，可目中却是寒芒一闪。5倍不够的话，就10倍。瞬间，白小纯的身上一股比之前还要惊人的肉身之力澎湃爆发，形成了毁灭的风暴，连接了苍穹与大地，狠狠地撞在了那2个鬼脸身上。这一刻，鬼母也都动容，实在是白小纯这10倍不灭地拳的狂猛，永恒大陆的神通也都少见。轰鸣中，强悍如2个鬼脸也都心神狂震，在白小纯这一拳风暴下，不得不倒退开来，暂避锋芒。白小纯目光闪烁，眼看那2个鬼脸避开，眼看白骨蜥蜴就在前方，他的速度在这一瞬骤然而起，不死劲展开，整个人好似化作了残影，直接就出现在了白骨蜥蜴的头顶，出现在了古州的上空。看着站在古州内的鬼母，白小纯右手抬起，10倍不灭地拳直接向着鬼母轰击而去。鬼母抬头冷冷地看着白小纯，目中身处在吃惊的同时，也有嘲弄之意。几乎在白小纯一拳轰来的瞬间，这白骨蜥蜴的身上竟出现了一片浓郁的血气，这血气眨眼化作了血雾，形成了防护。这不是阵法，而是这古州自身蕴含的神通之术。轰鸣间，这血雾就直接与白小纯来临的一拳碰触到了一起，没有天崩地裂，可却有让天地失色的轰鸣巨响，惊天而起，一股强大的让白小纯也都面色一变的反震之力，赫然从这血雾上爆发出来。与其之前施展的黑色光柱以及火海比较，这血雾的反震以及防护超出太多，甚至好似不是一个境界般。在这反震下，白小纯的身体立刻传出咔咔之声，被瞬间抛出，更是在这抛出中，他的体内五脏翻滚，那反震之力似要将他全身摧毁。狂妄！鬼母目中的讥讽更浓，右手抬起一挥，顿时他的四周赫然幻化出了2只巨大的鬼手，从天而降，直奔白小纯一把抓去。与此同时，那白骨蜥蜴喷出火海，席卷四方，似要封锁此刻重伤的白小纯的一切退路。可就在鬼母与白骨蜥蜴出手的刹那，倒退的白小纯，他那惊人的恢复力此刻同时爆发开来，所有因反震而形成的伤势直接就恢复过来，一晃之下穿透火海，右手抬起，再次一拳轰出，与那来临的2只鬼手碰撞在了一起。声响传出时，白小纯身体倒退，一切伤势又刹那间恢复。这一幕顿时让战舟上的鬼母目光猛地一缩，呼吸都急促了一些。如此恢复，鬼母此刻心神掀起大浪，他终于明白为何通天道人会败了，这种程度的恢复前所未闻，这就是他的底牌了。就是不知他还有什么其他的杀手锏。鬼母轻轻抿了抿嘴唇，内心热切，目中升起贪婪之意。好一艘战舟！白小纯抬头死死地盯着那白骨蜥蜴以及其头顶的战舟。对于这战舟，经过之前的接触，白小纯已经有了判断。这战舟本身要比鬼母更强一些，尤其是防护，简直可怕。其速度应该也是极快。白小纯内心立刻判断出，就算是拿出北脉大剑，想要劈开此舟，短时间也做不到。而鬼母也不会给自己这个时间。至于鬼母本身，天尊战力似乎也并不足以让我无法匹敌。白小纯立刻意识到，此番自己与巨鬼王想要逃走，鬼母并不是最大的阻力，这艘战舟才是关键所在。就在白小纯这里明悟的同时，鬼母深吸口气，目中的贪婪没有丝毫掩饰，手上掐诀一指，顿时在这战舟前方的那2个之前避开白小纯不灭地拳的鬼脸发出凄厉的惨叫，似被体内的禁制折磨，顿时就红了眼，疯狂地向着白小纯咆哮而去。与此同时，这战舟也嗡鸣震动，四周虚无扭曲，似正在酝酿一次更大的神通爆发。白小纯目光一闪，他的确无可奈何这战舟，可若仅仅是将其困住，还是有些手段。此刻看都不看那2个咆哮而来的鬼脸，白小纯身体一晃，顿时他的四周赫然出现寒境，光芒闪耀间，9大寒影幻化出来，向着那2个来临的鬼脸冲去。虽不是对手，可将其拖住片刻还是能做到的。在寒影散出的同时，白小纯低吼一声，不灭地拳再次展开，霸道之意冲天而起，依旧是10倍，可落下的方向却不是古舟本身，而是前方的虚无。一拳砸下，一个巨大的漩涡赫然出现，没有停顿。白小纯在不死血的恢复运转之下，气血之力再次巅峰，打出了第2拳、第3拳、第4拳，砰砰砰，轰击不断，漩涡越来越大。在鬼母的神色变化中，短短的几个呼吸，白小纯竟轰出了10记10倍不灭地拳。哪怕强悍的恢复力在如此惊人的接连消耗下，也都有些停滞。而这10拳形成的漩涡，此刻已然达到了数千丈范围，其内好似虚空般传出的巨大的吸力，使得白骨战舟首当其冲，竟被这吸力生生的困住。虽这困住的时间恐怕不会超过10息，可对于白小纯而言，足够了。他没有半点停顿，身体蓦然倒退，一步之下就出现在了正跟月亮花配合与7个半神缠斗、节节倒退的巨鬼王身边，右手随意抬起，
一把按在一个最为靠近巨鬼王的鬼母麾下半神的头颅上。这半神骇然，白小纯出现的太快，他想要躲避根本就做不到。白小纯的大手对他而言如同天威，此刻生死危机强烈无比。这半神咆哮中竟不惜肉身自爆，试图去阻挡白小纯的大手，自身元神倒退就要逃走。可旁边月亮花的速度同样极快，眨眼就猛地一晃，瞬间吞噬这半神的元神。在月亮花吞噬了那位半神修士元神的同时，白小纯一把抓住了巨鬼王，速度轰然爆发，刹那远去。眨眼的功夫就已经遁出了万里开外。战场余下的6个半神此刻都头皮发麻，实在是白小纯方才的出手让他们骇然无比。此刻眼看白小纯逃走，可6人却一时迟疑，不敢追击。就在他们犹豫时，被漩涡吸扯的白骨战舟上猛地就爆发出了滔天血雾，不再抵抗漩涡的吸力，而是猛地直接撞击过去。轰的一声，这白骨蜥蜴竟直接将漩涡撞得崩溃碎裂。脱困而出后，骑上鬼母面色阴冷，目中跳跃着贪婪之火，右手抬起向着前方一指：“追！不死不休！”第1044集，干把大的！万里之外，白小纯内心咯噔一声，感受到了漩涡的崩溃。从时间上，他立刻判断出那战舟的可怕程度还在自己猜测之上。欺人太甚！巨鬼王面色有些苍白，很是狼狈。方才若非月亮花相助，在那7个半神的围攻下，他必然惨败。如果大天师还有斗圣王那几个老家伙在，我们5个合力又岂能怕他们？巨鬼王觉得有些丢脸，此刻很是恼火。应该庆幸我们出手快，化被动为主动，否则的话，如果是在那小县城内被鬼母围住，怕是真的就成了困兽。白小纯皱着眉头，心情也有些烦躁。他看出了鬼母的野心，也看出了对方必然是要追击到底。如果是通天世界还好，白小纯有太多的去处避开这次的危机。可如今在这永恒大陆上，又是邪皇朝的边界，一旦耽搁下去，危险程度直线攀升。如果这鬼母能走下战舟一战就好了。白小纯叹了口气，鬼母的谨慎使得他那里没有半点破绽露出。白小纯一时之间也没办法，此刻神识散开，扫过永恒海，只能看到这无尽的海水，找不到丝毫躲避之处。就在白小纯与巨鬼王这里头痛时，他们的身后顷刻就传来如巨浪拍击般的呼啸音爆之声。轰鸣中，只见第3仙域的方向，白骨蜥蜴那庞大的身躯已然出现在了目光所及之处。扩散开的黑雾幻化出无数狰狞厉鬼，发出凄厉的嘶吼，传入白小纯与巨鬼王耳中，让他们也都双目收缩。潜一息，那白骨蜥蜴还在远处，可突然的，随着白骨蜥蜴上出现气血之物，它的气势骤然爆发，以一种让白小纯也都吸气的速度，居然在眨眼间就从远处势如破竹般直接撞了过来。太快，白小纯袖子一甩，直接推开巨鬼王。2人各自倒退的瞬间，那白骨蜥蜴就轰的一声撞在了2人之前所在的区域里。咔咔之声回荡，在这片区域的半空中，竟有一道道虚无的裂缝被生生的撞了出来。好在这永恒大陆非同一般，那些裂缝迅速就愈合。可这撞击掀起的冲击却是如风暴，横扫四方。更是在这古舟出现的同时，一片片火海从那白骨蜥蜴口中喷出，随着热浪的扑面，那火海急速的扩散，似要将白小纯与巨鬼王包围。更有一道道黑色的光柱不断的激射而出，虽被白小纯2人避开，可那黑色光柱的杀伤力依旧让白小纯目中有些焦虑。另外就是那2个鬼脸也都咆哮中提前战舟一步，想要来截住白小纯与巨鬼王。眼看之前争取的距离就这么的被抹去，白小纯目中的焦急越来越强。危急关头，他来不及多想，右手猛地抬起，向着白骨蜥蜴蓦然一指：“水泽！”四周天地无尽范围顿时水汽惊天，甚至目光所及，世界都朦胧起来。这一幕让战舟上的鬼母目光微凝，看向白小纯时，看到的是白小纯袖子一甩之下，口中随之传出的2个字：“国斗！”好！世界震动，天地轰鸣，一声仿佛从远古、从无尽岁月之前传来的咆哮兽吼，在这一刹那疯狂的传遍八方。更是在这声音散开的瞬间，一片漆黑的大陆直接就从这四周的水泽内隆隆升起。黑色的鳞片，血色的双眼，还有弥漫在这四方的腥气，那升起的大陆正是恶兽的上颚。紧接着，下颚也同时从水泽内爆发出来，一张庞大无比，让此地半神一个个都傻眼的鳄鱼之嘴就这样出现在了天地之间。白骨蜥蜴本已经够大了，可与这恶兽比较，根本就微不足道。这是什么？那些半神纷纷骇然。此刻急速后退中，这恶兽的大口已经完全张开，一口向着那白骨蜥蜴直接吞噬过去。这一幕落在巨鬼王眼中，哪怕他对白小纯极为了解，可还是在这一刻依旧被深深的震撼，眼珠子都要掉下来。呆了一下后，倒吸口气，这是神通。心惊之余，巨鬼王知道时机紧迫，立刻倒退，速度不顾一切的爆发之下，向着远处疾驰而去。白小纯的选择与他一样，
看都不看结果，一步远去，出现在巨鬼王身边后，二人都将速度全力展开，嗖嗖间再次拉开了距离。白骨蜥蜴想去追击，可如今恶兽的大口已经将其淹没在内，远远看去，这恶兽的嘴好似从永恒海内冲出般，取代了白骨蜥蜴所在的世界与天地，似乎任凭这战舟如何挣扎，也都于事无补。哪怕其身体外出现了气血之物，展开惊人的速度，也都难以逃出这恶手张开的大口。震撼中，甚至那几个半神也都惊骇地发现无法逃出这片范围。随着恶手的上下两颚猛地合并，一声惊天巨响后，恶手向着下方的水泽沉去。远远一看，如果不是永恒海没有掀起浪花，必定会给人一种沉入永恒海的错觉。直至恶手完全消失，连同四周的水泽也都在模糊中彻底散去后，过去了10多个呼吸，一声闷闷的雷鸣巨响竟从这虚无中直接炸开传出。肉眼可见的一处虚空直接碎裂，来自白骨蜥蜴的咆哮。从那碎裂中传出时，白骨蜥蜴庞大的身影竟直接撕裂虚空冲了出来。能看到他身上竟有不少碎裂的地方，可见水泽国度下，哪怕是他也都要受创。似乎在这永恒大陆上，水泽国度威力更强了。只是其头顶战舟上的鬼母，此刻虽面容略有紧绷，可他的目中却露出兴奋之芒。终于又被我逼出了你的另一个杀手锏，而但凡你用过的神通，休想在我面前第二次施展时还能有奇效。鬼母突然笑了起来，那笑容内的贪婪与渴望更为强烈。白小纯越强，他的兴趣就越大。当把白小纯所有的杀手锏都榨干后，就是他最终出手之时。此刻抬头中，鬼母笑容越发灿烂，操控战舟向着白小纯逃遁的方向再次追去。哪怕他战舟上的半神修士此刻只剩下了3人，可鬼母不在乎，只要这一次抓住了白小纯，对他来说一切都值得。白小纯，你是我的，你的一切都是我的。鬼母舔着嘴唇，如果不知晓情况之人看到这一幕，尤其是鬼母那绝美的容颜，必定会心生无限联想。此刻数万里外，永恒海上，白小纯与巨鬼王速度越来越快，二人都面色阴沉，没有话语。巨鬼王心中憋屈，更有不安，实在是鬼母的可怕，让巨鬼王已然意识到，这一次想要去圣皇朝的希望有些渺茫。怎么办？要想个办法。巨鬼王心底暗叹，脑海急速转动，没有注意到此刻的白小纯，目中慢慢闪动出鬼芒。白小纯不甘心，如果没有那艘古舟，哪怕鬼母是天尊，可想要追杀白小纯，绝非易事。只是这古舟的存在，使得鬼母立于不败之地。不知侯小妹如何了？白小纯最担心的还是鬼母以侯小妹与张大胖来要挟。不过方才的接触，对方始终提都不提二人，这一点让白小纯心中有些焦虑。而想要知道侯小妹的消息，就必须要让鬼母没有隐瞒的去开口才可。还有就是以几个半神作为投名状，有些少了，分量也不够重，不够轰动啊。白小纯神情变幻间，目中血丝随着思绪的起伏，随着脑海里一个疯狂的念头的不断增多，越发透出诡异的红芒。琢磨半晌后，白小纯猛地一顿，红着眼一把拉住巨鬼王：“老哥，你说我们把鬼母绑了，送到圣皇朝，圣皇会给我们什么赏赐？”巨鬼王正琢磨脱困的办法，被白小纯拉住后一怔，看到了白小纯目中的血丝，又听到白小纯的话语，他的眼睛猛地就睁大，倒吸口气：“绑了鬼母？”巨鬼王躲得有种熟悉的感觉，没去细想，此刻傻眼，脑袋都嗡了一声。要知道，整个邪皇朝的天尊一共才6位，任何一个都是今天的大人物，若被绑了，此事必然轰动整个永恒大陆，而圣皇那边也必定是这一辈子都没遇到过如此分量的投名状。小纯，你别冲动！巨鬼王吸气中，赶紧劝说，实在是他觉得白小纯这个提议，对于此刻被追杀的2人来说，实在太疯狂了。你敢不敢？白小纯一瞪眼，如果巨鬼王立刻就同意，他或许还会迟疑，实在是他也觉得这个想法太刺激了。可眼看巨鬼王那副紧张的样子，白小纯顿时不满了：“巨鬼老哥，不是你说我们要干嘛大事吗？还有什么事比绑一个天尊还要大的了？这件事必定轰动整个永恒大陆。”白小纯额头爆起青筋，咬牙说道。巨鬼王心跳加速，腹诽道：“你咋不绑了太古呢？那就爆了！”看着白小纯如今的样子，他忽然想起了之前的熟悉感来源何处。他奶奶的，这混蛋当初绑我时也是这模样，他这是绑人绑习惯了呀！巨鬼王顾不上苦笑，狠狠一咬牙：“干了！你说怎么绑？”第1045集，悲催鬼脸。白小纯面色微红，心跳加速，一想到如今的自己居然胆子大到了想着去绑一个天尊，他就觉得自己与以前似乎不大一样了。要知道，那可是天尊，不是如通天道人那样的准天尊，是真正的大成强者，尤其是鬼母那里还有古舟至宝。他奶奶的，有什么好忌惮的？我是魁祖，我也是准天尊，我还有北脉大剑。再说了，我当年结丹就敢绑半神，天人就敢拍通天道人那老贼的脑袋，
这区区鬼母我绑了又能如何？这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的疯狂，以至于白小纯在这心跳加速中呼吸也开始急促起来，一股蕴含着癫狂的强烈刺激感也在心头不断的升起。这种感觉不弱于当初他在蛮荒与小乌龟一起绑了巨鬼王时的感受，甚至更强。此刻他深吸沉下一口气，目中血色更重，转头看向巨鬼王：“巨鬼老哥，你不用怕，绑人这种事我有经验。”白小纯咬牙说道：“老夫会怕鬼母那个老娘们？”巨鬼王也红着眼，此刻听到白小纯的话语很是不舒服，尤其是那句有经验3个字，让巨鬼王面色难看，瞪着白小纯低吼起来。没去理会巨鬼王的低吼，白小纯摸着下巴，目中闪动奇异之芒，脑海里飞速的翻滚各种念头，回忆当初自己绑巨鬼王的成功案例。绑人这种事，按照我的经验，最好是能一气呵成，就如同当年我绑你的时候，以雷霆之力出手，直接拎走。白小纯喃喃自语，却没有注意到一旁的巨鬼王，此刻心情恼怒的不得了，凝聚全力劈开战舟，一鼓作气的将那鬼母强行绑走。若是做不到的话，也要让那鬼母离开古州，就如同当初我拎着你离开你的阵法师龟一般。白小纯若有所思，巨鬼王那边哼了一声，当年被绑之事，他每次回忆都有种要拍死白小纯的冲动，眼下这感觉更强了。可考虑到2人的修为，巨鬼王叹了口气：“只要他离开了古州，我就有办法让他短时间回不去。与此同时，巨鬼老哥你也要配合一下，我们这一次不仅仅是要绑了这鬼母，还要抢了他的古州，还有他身上的所有法宝。绑人这种事，要干就干一次大的。”白小纯低声开口，将自己的计划与想法向着巨鬼王说了起来，尤其是里面一些关键点，更是说得极为详细。很快的，巨鬼王双眼睁大，接着吸了口气，听着白小纯的计划，他琢磨着这鬼母遇到了白小纯，实在是倒霉。不过听到了白小纯的计划后，巨鬼王本有些忐忑的心，如今也都松了口气。这计划在他看来，虽不是完美无瑕，可一时之间是最有可能成功的绑人手段了。就在2人商定不久，他们身后的天空中，黑雾再次卷动八方，白骨蜥蜴的身影从远处以惊人的速度轰鸣而来。白小纯狠狠咬着牙，他明白想要绑了鬼母，战力上自己这里还缺少一些，于是，在那白骨蜥蜴来临的刹那，他右手抬起一拍储物袋，震动其内的北脉大剑，将自己的意识传入进去后，再次尝试联系寒门老祖。转眼间，白小纯目中一喜，寒门老祖虽依旧没有回应自己，可其内的哭笑鬼脸却是身体一颤，顿时他储物袋内的北脉大剑蓝光一闪，被封印在法宝世界内的哭笑鬼脸瞬间就被释放出来。这哭笑鬼脸当初被白小纯留在了法宝世界里，虽白小纯没再去折磨，可寒门老祖化作气灵后，又岂能放过这个当初欲与其争夺气灵身份的老鬼？虽不是百般折磨，但也将其彻底奴役。此刻被释放出来，这原本应该是似哭似笑的鬼脸已经看不到了笑容，都是哭意。但瞬间，他就身体一震，感受到了永恒大陆的气息，身体的虚弱在这一瞬顿时急速的恢复起来。这哭笑鬼脸激动中注意到了白小纯，在看到白小纯的瞬间，这老鬼猛地一颤，当初他被白小纯收拾得太惨，以至于都有了阴影，身体顿时就哆嗦时，他又看到了远处来势汹汹的白骨蜥蜴。天啊，怎么都在这里？哭笑鬼脸眼珠子都要掉下来，实在是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刚被放出就遇到了几乎所有的熟人。他下意识的就想溜走，可被白小纯眼睛一瞪：“你不是当初自称准太古吗？这里你修为最高，怕什么？”白小纯哼了一声，在这鬼脸哆嗦中，鬼脸体内被北脉大剑留下的奴役之印立刻就被白小纯用北脉大剑间接控制，还没等鬼脸反应过来，其身体就不受控制的直奔来临的白骨蜥蜴轰然而去。不，我还没恢复好，我当时是吹嘘，当初我被邪皇抓住前，全盛时是准太古，可先被邪皇炼了魂，又被鬼母镇压，还被通天道人撕魂，我早就不是了，我错了，不要啊！哭笑鬼脸惨叫，想要挣扎，可却于事无补，心底已然抓狂，可却只能控着冲向白骨蜥蜴。与此同时，巨鬼王那里也低吼一声，化作一道长虹，一样直奔白骨蜥蜴。还有月亮花也幻化出来，散发半神大圆满的波动，带着凶残之意，同样冲出。白小纯也狠狠咬牙，在众人之后，身体一晃，肉身之力与修为全部扩散开来，超过准天尊的气势毫无保留的爆发中轰轰而去，顿时就形成了集合众人之力似要强攻的局面。白骨蜥蜴战舟上的鬼母此刻也是凤目一凝，巨鬼王与月亮花因之前就被他注意到，没有意外，可在白小纯身边的哭笑鬼脸确实让他内心一震，这老鬼居然被白小纯抓走。鬼母眯起双眼，双手立刻掐诀，顿时白骨战舟上黑雾翻滚，白骨蜥蜴喷出火海，速度不减，依旧轰击而去。刹那间，那片火海就覆盖四方，哭笑鬼脸首当其冲，此刻眼泪都要流下，抓狂的咆哮中，他不得不去拼命。此刻张开的大口猛地一吹，立刻一股阴风幻化，向着前方呼啸扩散，
使得那片火海也都被生生的分开两半。这老鬼毕竟曾是白骨蜥蜴战舟的主藩，很是了解这战舟，此刻一口气立刻就破开火海。面对在火海后来临的数道黑芒，鬼脸大吼一声，竟一头撞了过去，吞噬黑芒的同时，战舟上另外2个鬼脸也都不敢靠近，任由鬼母的掐诀操控，也都挣扎中后退。没有了那2个鬼脸的阻挡，又有这老鬼开道，白小纯2人一花势如破竹。出现时，赫然在了古舟之上的半空中，那哭笑鬼脸身不由己，咆哮中一头撞向古舟。这老鬼就是你的另一个杀手锏了。鬼母冷笑，虽有意外，可更多的还是惊喜。右手抬起一挥之下，顿时这古舟上的赤色血雾再次幻化成为防护，全力阻挡来自白小纯等人的神通之法。轰鸣中，那哭笑鬼脸第一个撞在了赤色血雾上，雾气反震下，老鬼立刻惨叫，身体都在扭曲。随后则是月亮花，它的爆发直接就到了极致，向着赤色血雾再次撞去。第2声轰鸣刚刚回荡，赤色血雾的反震使得月亮花枝干上都出现了裂缝时，巨鬼王咆哮，拼了所有，化身巨鬼，狠狠的一击砸在这赤色血雾中。连续承受3次轰击，这赤色血雾也都稀薄了一些。就在这时，白小纯瞬间临近，不灭地拳全力施展，直接轰击过去。巨响如天雷般回荡中，那赤色血雾尽管还在反震，可其浓郁的程度在这接二连三的神通下已经越发稀薄了。就在这时，白小纯嘴角溢出鲜血，体内恢复惊人的刹那，他目中露出寒芒，右手直接抬起北脉大剑，在这永恒大陆上第一次出现在了白小纯的手中。蓝色的大剑爆发出强悍的世界之宝的气息，向着赤色血雾，向着雾气后的古舟狠狠一斩。鬼母呼吸急促，目中露出奇异之芒。他等白小纯施展这北脉大剑已经很久，这大半年的时间，他所了解的情况中就有关于这北脉大剑的描述，所以之前他才百般谨慎。你终于拿出了这把剑！鬼母咯咯笑着，双手掐诀中向着古舟狠狠一按。第1046集封印。这一切说来话长，可实际上都是刹那发生。此刻的白小纯低吼中手持北脉世界大剑，狠狠的一剑落下，蓝光刺目，惊天动地，世界之宝的气息让天地失色的同时，也散出了惊人的威压。在那蓝光的闪耀中，隐隐露出北脉的大陆虚影，带着万钧之力骤然而落。轰鸣中，首先碰触的就是那片扭曲稀薄的赤色血雾，这血雾内蕴含了强烈的反震，可在之前的连续削弱下，再无法阻挡北脉大剑。瞬间，这整个血雾防护就在巨响中彻底炸开。4分5裂时，北脉大剑的蓝光势如破竹般的穿梭而过，向着战舟狠狠的一剑斩下。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鬼母的双手掐诀中按在了战舟上，这战舟猛地震动，赫然从每一根骨头内都有赤色血雾出现。这血雾没有升天，而是凝聚在白骨蜥蜴的骨头四周。眨眼的功夫，居然形成了血肉。随着白骨蜥蜴的嘶吼与咆哮，它的身体肉眼可见的竟不再是骨头，而是血肉生长。这一切只是眨眼间，白骨蜥蜴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一头真正的血肉蜥蜴。而其头顶原本的战舟，此刻也都被血肉覆盖，直接笼罩后，形成了一片赤色的血膜。这一刻，无论是蜥蜴还是战舟，都气势滔天爆发，形成一股无上之力，阻挡白小纯斩下的世界大剑。声响震耳欲聋，动天撼地，一股比之前还要狂暴的反震之力猛然爆发，白小纯喷出鲜血，北脉大剑也都被生生的震开，他的身体更是在这一刹那于这反震下如被重创，蓦然后退时，鲜血如止不住，不断的吐出。不但是白小纯这里如此，巨鬼王同样这般，虽不是被血魔反震，可之前的血雾震动依旧使他重创，此刻同样倒退，鲜血溢出。包括月亮花还有哭笑鬼脸都在后退，狼狈不已。该死的，该死的，这可是邪皇为鬼母加持过的战舟，怎么可能被我们轰开？哭笑鬼脸惨叫中，身体都消散了大半，倒退得更快。不过众人的出手并非让那战舟毫发无损，那血肉蜥蜴此刻发出凄厉的嘶吼，身体也都震动起来，倒退1000丈开外，头顶上出现了一道巨大的伤痕，鲜血大片的洒落。只是这伤痕虽大，可却没有穿透血膜。血膜内，战舟中的鬼母此刻目中的振奋强烈无比，他呼吸透着激动，眼看白小纯等人似走投无路的拼命之下，一个个都被重创，尤其是白小纯那里，就连北脉大剑也都取出，但却于事无补，如今更是伤势严重。时间也差不多了，再耽搁下去会节外生枝，这白小纯的杀手锏也已完全暴露出来，就算还有一些，也都无关大局了。鬼母眼看局势已定，尤其是注意到白小纯的伤势正急速的恢复，他目中一闪，杀机爆发，右手掐诀间就要操控白骨蜥蜴进行最后的灭杀。可就在这蜥蜴抬头咆哮要冲向白小纯的瞬间，白小纯狼狈中右手陡然抬起，向着蜥蜴战舟狠狠一挥。这一挥之下，立刻四周八方水气漫天，正是水泽国度，
又一次从白小纯手中施展出来，那恶兽般的上下两颚再次幻化出来，带着远古的咆哮，轰鸣中就要去吞噬蜥蜴战舟。四连续施展水泽国度，使得白小纯伤势更重，恢复也都难以如往常般瞬间完成。此刻又喷出鲜血，踉跄中竟直奔下方的永恒海，仿佛是真的走投无路，打算借助永恒海逃走。如果换了其他时候，鬼母应谨慎，必定会先处理了水泽国度后再去追击。可眼下，哪怕水泽国度曾施展了一次，可鬼母想要操控战舟破解，也还是需要几个呼吸的时间。可这几个呼吸足够白小纯那里逃入永恒海内，甚至若是还有其他遁法神通，怕是万里开外也不是不可能。而最主要的，一旦给了白小纯喘息的机会，在鬼母看来，对方的伤势怕是会恢复大半之多，这就会让此战的时间再次耗费耽搁下去。必要的谨慎虽不可缺少，但该果断之时也自然要干净利落。况且我是天尊修为，如今对方底牌出了大半，已可碾压。鬼母目光闪动间已有决断，再没有迟疑与犹豫，身体一晃，瞬间竟没有去理会那水泽国度的恶兽大口。天尊修为轰然爆发，一步之下，直接就出现在了战舟之外，出现在了永恒海上，出现在了白小纯的身后。这是他此番追击白小纯第一次离开战舟，向着白小纯径直抓去。白小纯，你是我的了！鬼母目中神采飞扬，兴奋无比。可就在他出手的瞬间，那看似狼狈喷着鲜血的白小纯忽然转头，目中露出一芒。你终于出来了！在这句话传出的一刻，白小纯所有的伤势彻底恢复，再没有半点重创的同时，在鬼母那里面色一变的瞬间，白小纯右手已然抬起，并非向着鬼母，而是向着那被水泽国度笼罩的蜥蜴战舟蓦然一指，口中轻吐一目金渊。话语一出，不是全部的永恒海，可这下方范围内的所有海水刹那就如被冰封般，在那咔咔声下化作了一片金海。这些水晶齐齐碎裂后，形成了水晶剑，从永恒海上冲天爆发，从四周八方轰鸣而至，直接就出现在了蜥蜴战舟的四周。任凭那蜥蜴如何挣扎，这水晶剑在不断的崩溃碎裂下，赫然在这蜥蜴的下方形成了一盏巨大的水晶灯台。你，鬼母心神轰鸣，知道中计，对方之前的一些行为都是为了让自己离开战舟。天幕为罩，在鬼母这里心神震动时，白小纯第二句话传出，轰轰之声回荡间，似有一只看不见的大手，一把撕下了永恒大陆的天空，将其化作了灯罩，笼罩在了蜥蜴战舟的四周，彻底封印的同时，鬼母那边面色变化，就要回身战舟，可却被阻挡在外。鬼母有种强烈的不安感，发出一声低吼，天尊修为爆发，幻化无数厉鬼，雾气滔天，正要强行穿梭。万寿无疆！白小纯的声音再次传出时，无数的兽字幻化在天地世界内，笼罩在天幕灯罩上，使得封印之力更强的爆发出来，再次将鬼母阻挡在外。汝身为主！紧接着，那被竖在水晶灯台上、被天幕封印、被万兽加持的蜥蜴战舟，居然直接就开始成为了白色，急速的化作白蜡。长生灯城！天地轰鸣，蜥蜴战舟的自身以及四周赫然幻化成了一盏巨大的长生灯，道法之力爆发，反震之下，就算是鬼母身为天尊，也都无法短时间将这长生灯破开。这也正是白小纯将这道法不向鬼母，而是向着蜥蜴战舟施展的原因所在。鬼母毕竟不是通天道人，白小纯不能去赌自己这长生灯用在鬼母身上后，对方破开的时间长短。这一点他不确定，若是时间长还好，可若是时间短，那么鬼母必定会回到战舟中，再次立于不败之地。所以他退而求其次，不去封印鬼母，而是去封印那蜥蜴战舟。他有十足的把握，这战舟没有了鬼母在内操控，想要冲出长生灯，短时间绝对做不到。至于鬼母在外相助之事，白小纯不会给鬼母这个机会。白小纯，鬼母面色难看无比，他看出了白小纯的算计，此刻怒火燃烧中，反倒笑了起来。就算没有了战舟，以本座的天尊修为，一样将你碾压。鬼母双手猛地一挥，顿时四周雾气轰然八方，扩散万里范围，使得此地好似瞬间化作鬼域。呵，你奶奶的就知道呵！老夫知道你经历了很多，可这又如何？谁没有失去？你失去的多，我呢？还有其他人呢？整个通天世界，每个人都失去了亲人、朋友。如果这片永恒大陆并非充满恶意，那么你就算是在这里喝死，老夫也绝不理会半点。可现在不是这样，你有没有考虑过子墨？有没有考虑过你逆河宗的那些长辈、朋友，还有所有你认识的人？